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6号星期六清晨，昨天又是下了一夜的雨，这边也开始没有之前那么热了，开始慢慢凉快下来了。今天是周末，而且按照我的节奏，应该是这个训练周期只有3天，然后周2休息，周3强度课，所以今天启动的就相对快一点。大家看了高驰的群发了吧？今天简单跟大家聊聊设备，聊聊手表，聊聊我对运动手表。好多小伙伴问说买什么样的手表啊？我们就先不说品牌和型号，我说一些我认为目前的科技情况下能做到的和重要的。因为有的东西是你想要，但是目前的科技情况不是不能做，但是做不好，对吧？今天为了能更好训练，我也没有带那个自拍杆，手持这个相机拍的，还行哈。像我这种稍微加一点强度的早训练，也是不吃饭的，回去再吃。行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已经跑了快16公里了，平均配速4分20多，还是挺热的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但是已经没有之前那个像蒸笼里的感觉了，挺不错的。如果是北京，现在应该更凉快，可能就20度多一点点。明天是北海道的马拉松，就是那年奥运会的那个赛道。去跑的小伙伴们都加油！你们看高驰的那个推送，那个小动画，其实你们仔细看能看出做的挺用心的，而且也传达了不少的含义，对吧？我觉得现在手表啊是这样，你问我只靠一个手表能不能严肃训练，那我觉得要看您是有什么需求。看咱们频道时间长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我是有好多外设，有心率带，有 Stride。其实手表对我来说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显示屏，一个中枢，一个 GPS 的设备，对吧？但是其实如果你想简单训练一块手表是足够的，咱们就不用说期待的 Pace 3。就是上一代 Pace 2， 我在北京冬天，然后在市区，像长安街旁、故宫、永安里、东三环这些地儿，灯市口、王府井这些地儿，其实都是你不能说完全的高楼林立吧，但是也还行了，城市化的。单从配速和距离上来说，完全没问题。对我来说呢，就是我用 Stride 是因为在那个时代，在我选手表的时候，还没有太好的选择。我在用 Stride 之前用的是佳明的945，虽然它和高驰的 Pace 2一样，都是单频的 GPS， 但是那个 GPS 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不好，不明白为什么那一代。所以后来咨询我说佳明的手表怎么选的时候，我都推荐他一定要买双频的。那个时候那块表跑到东三环，就央视那儿，央视对面的马路，那儿必然是要飘一大截的，所以后来买了 Stride。
心率带是因为遗留下来的习惯，因为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手表还不能测心率呢，一开始用手机跑步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光电心率更不行。我第一次带正式的心率带，还是手机跑步的时候，带了一个迪卡侬的蓝牙的胸带，那时候还大多数都是胸带。后来就习惯下来了。之后有了 Stride 之后，用苹果手表，其实是这样。那天也有小伙伴问我觉得它首要2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它需要一个苹果的生态，就是你单有这一块手表意义不大。其次就是成本比较高。像其他的专业性上，就是这个我一会儿咱们再说2代数据，就是动态数据。从专业性上来说，如果给苹果的手表，无论是不是 Ultra， 配一个 Stride 这种设备，再配一个心率带，从专业性上来说没有问题。可能续航对很多小伙伴是个问题。如果是 Ultra 的话，绝大部分您只要是跑步，就算跑马拉松也没有问题。下边咱们就说说，我觉得现在手表应该看重的东西。首先是运动手表嘛，定位准是最根本的。定位准，搜星快。其实搜星快都不那么重要，因为你起跑之前可以多等一会儿嘛，对吧？主要就是准，抗干扰能力强。现在的技术来看，双频、全星座，或者是多星，不同的叫法，或者稍微有些区别的概念。我认为双频比多星还重要。因为多星的问题是，你还是需要有一个信源，对吧？相信的信。而双频这件事儿是确实能够肉眼可见的提升定位性能的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之后是光电心率，这看您的需求。因为现在佩戴一个 B 带，你看我现在天天戴高驰的这个 B 带，不会有什么负担，也不会有电量焦虑。可能唯一就是您觉得麻烦，或者说不愿意负担这个经济成本。像光电心率，很多小伙伴关心。我可以这样说啊，除了苹果，我戴过的包括佳明的945、佳明的955、高驰的2款。在北京清晨冬天零下20多度都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一代新出的更没问题，因为这东西现在也进步了。最后咱们说说动态数据，所谓动态数据就是步幅、触地时间、左右平衡。步幅好说，因为测步频很准，对吧？可以算。其他那些，我始终认为，如果您只靠一块手表，无论是谁家，就目前来说，都只能自己跟自己有一个长期的对比，不能太指望它很准确。这是我的观点。其他的说重量什么的，我相信Pace 3，你们看那视频应该也能看出来。我估计他那意思是那个意思，对吧？至于我总说的佩戴舒适度，其实 Apple Watch Ultra 很沉的，60多克，比2块Pace 2都沉。但是它其实佩戴舒适度做的还行，所以这两个
如果都有是最好的，就是佩戴舒适度和重量，否则的话有一个也没有问题。这两天咱们还会密集的聊这个话题啊，差不多，加油干！前面是跑团的小伙伴们。哎，8月26号星期六，周末清晨7点31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跑的时间长，而且出来的不是太早。本来昨天计划今天早出来，然后再比现在再多跑5公里。然后昨天晚上突然有一事儿，就睡得稍微的晚了一点。今天起的就晚，今天4点半才起。现在你们看，就是太阳一出来一晒就不行了。你看我这汗，这件背心从材料上到这种形式上，应该是除了不穿，可能不会再有明显的再能凉快的办法了，是吧？啊，今天跑了25公里，1小时48，平均功率229，平均配速4分21，平均心率162。步频202，步频还是高，应该还要再降，因为今天一开始的10几公里都是城市路面，城市路面呢，昨天又下了一夜的雨，有的时候有那种小水坑，可能躲的时候呢不自觉，或者说你赶红绿灯，就没办法，所以不如在一个固定的、没有干扰的场地上。所以大家如果是跑长距离，还是尽量是没有干扰的场地上。但是呢，我看也有小伙伴在操场跑长距离，我觉得操场跑长距离看性格吧。我的性格就是我觉得不行，太短了。像你看，我今天在大阪城只跑了2个折返，都是在城里跑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那3公里一个折返，我也觉得有点短。今天跑团的几个小伙伴都在那儿练，都挺快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手表，明天咱们还是聊聊手表，应该能一直聊到30号。我觉得跑步的监控设备真的是值得爆发的一年，并且可能更多的创新也会出现，因为现在随着人工智能，你们看，其实运动这件事儿，教练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？教练扮演的角色就是他有经验，他通过他的经验选材、育才，对吧？然后安排比赛。那这些经验，其实我觉得所有靠经验解决的问题，人工智能最后都会比人解决的好。所以将来会不会有这么一种东西呢？就是你上传你所有跑步的数据，然后靠 AI 来给你一个更合适的训练方法，再加上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基因检测，对吧？你要说以前那几年基因检测很多有的是开玩笑，但是现在可能会更加的，其实不是检测不准，是因为成本。如果成本被降到，比方说300-400块，真的能检测出准确的东西，那我觉得检测一次就可以了，然后再配合各种你的数据，那你的训练真的可以事半功倍，不用再像我这几年一样这么的傻训了，对吧？行吧，那今天也跟大家聊这么多，在阴凉地儿风一吹还是挺凉爽，还是祝大家能抓住夏天的尾巴，是吧？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，咱们加油干！明天礼拜天北海道马拉松的小伙伴，或者还有其他比赛的小伙伴都加油！